在与社交媒体平台推特近4年的拉扯和博弈后，周一，世界首富马斯克终于得偿所愿，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推特。马斯克到底看中推特什么？而马斯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收购举动，又是在下一盘怎样的棋局？来看报道。推特周一接受了马斯克的私人收购邀约。根据协议，马斯克将以每股54.2美元，总计约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收购案预计在年内完成，届时推特将成为一家私人公司。马斯克和推特杠上还要回溯到2018年，当时他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将计划以420美元每股的价格将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私有化。不料这条推特使他陷入到与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特斯拉股东的诉讼中。尽管马斯克后来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协议，但股东们的集体诉讼仍在继续。而且美国法院的最新裁定显示，马斯克当时的这条推特属于虚假信息，自此马斯克将私有化的目标转而对准推特。经过数年布局，马斯克从今年1月底开始，陆续购入推特股份至9.2%，一度成为推特最大股东。为了避免公司遭到马斯克的全面收购，推特管理层首先邀请马斯克加入董事会，因为一旦他加入，任职期间持股将不能超过14.9%。但马斯克拒绝成为董事会成员，并随即抛出收购方案。推特董事会再度出手阻挠，于1周前批准了一项被称为“毒丸”的股东权利计划，目的就是为了稀释大股东的控制权。不过，毒丸最终难敌马斯克的超能力。马斯克日前公布的收购方案中披露，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银团愿意提供总额约465亿美元的资金保障，这对今年经营状况不佳、过去7年里有5年未能实现盈利的推特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董事会开始出现动摇，并最终接受了收购方案。其实马斯克他的企业看起来非常大，但是没有一个业务是非常稳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他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收购，通过掌控一个较大的舆论平台，在未来的时候呢，为自己拓展一个另外的空间这样能使有可能在不确定性中获得一个长久的发展。在推特宣布接受方案当天，马斯克喜悦发推，并表示希望该公司能够继续为人们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舞台。一直以来，马斯克都批评推特不遵守所谓言论自由原则。2周前接受全球最具影响力演讲平台 TED 的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的采访时，马斯克曾坦言，收购推特的最终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所谓的言论自由。This is not a way to sort of make money. My strong intuitive sense is that having a public platform that is maximally trusted and broadly inclusiv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It won't be perfect, but I think we wanted to really have, like I said, th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that speech is as free as reasonably possible. 目前身价2680亿美元的马斯克稳坐福布斯富豪榜首位。除了世界首富的身份，他也是推特上的元祖网红。从第一条推文到现在，马斯克在推特上活跃了近13年，积攒了8400多万粉丝，发了1.7万多条推文。而华盛顿邮报周二引述社交锋刃网站发布的推特10大网红排行榜，马斯克排名第8，高居榜首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其粉丝数1.32亿，累计发推1.6万多条。但马斯克在推特上经常性的口不择言，也备受外界诟病。2018年，多名泰国少年足球队被困在泰国清莱一个山洞里，全球多国进行紧急救援，马斯克也紧跟热点，宣布了一项迷你潜水艇救援计划。不过，该计划却遭到英国洞穴探险专家昂斯沃斯的质疑，认为没多大作用。随后，马斯克就在推特上对昂斯沃斯恶言相向，称其为恋童癖者，再度惹上官司。键盘侠马斯克的针对对象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俄乌冲突发生后，马斯克混用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发推，向普京喊话称要单挑，赌注是乌克兰。在这则推文的下方，马斯克还艾特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推特账号，并用俄语提问：同意来这场决斗吗？事后遭到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等人的回怼。
观察指出，马斯克重金收购推特，主要是看中这个拥有将近2亿用户的平台的公共价值，而推广所谓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也不过是谋求私利。在美国，新闻传播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能对这3种政治权力起到制衡作用，被称为第4权。其中一个代表性平台就是推特，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深谙此道，由此有了所谓推特治国，在推特上发布各种爆炸性消息，成为红极一时的现象级网红。